我的心态现在是这样，就是我宁愿空租很久，我也要挑到好房客我才要租。哦，我不要在那边跟人家拼什么哦，我的房子现在3天就租出去了，这个我就会认为怪怪的哦。因为你3天租出去又怎样？你花1个月把它租出去又怎样？这有差吗？因为你未来要直接承担1年2年合约的风险，那你空租了1个月，这个有差吗？所以你要挑房客的时候就要很认真挑。好，那挑房客很认真挑，这个之前我影片有拍过嘛？大概怎么挑这个租客，反正就是有正当工作的，然后至少电话里面沟通起来不是怪人哦，很多怪人哦，真的哦，我每次 po 那个或打电话来话都讲不清楚，这种人一堆哦。然后你跟他约签约时间，你看他会不会迟到？哦，会迟到，那你也不要等他，你就立刻就走，就说那改天再约哦，就是这样。他连跟你约签约他都会迟到，你管他什么理由？你买房子做房东需要找包租代管吗？哦，先说结论，你买2房或3房，你租家庭租客应该都不用才对啊。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越南妹买下千万透天，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哦。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你有需要去找包租代管吗？来，这一集很多人敲碗，我看一看，大家对包租代管普遍有迷思啊，这个跟社会住宅又不一样。然后包租代管也有细分哦，叫做代租代管哦。好，那这集我来把它讲一讲哦。那我们这次先来讲哦，先说结论就是你是买外县市哦，你怕房子很难管理，应该也不用请才对。我这样会不会挡人财路哦？但没关系，我就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嘛哦。好，我知道很多的观众哦，在刚开始在做房东的时候，一定都会考虑说，哇，这个高雄这个我又不住高雄，那个房子有问题，我没办法处理那我是不是要找包租代管来帮忙他们的收费又怎样又怎样？不然我平时工作那么忙，怎么有时间下去处理要管理啦，这有解法，对啊，解法等一下说。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包租代管那其实这2个要拆开来讲，真的要拆开来讲，就太多人混为一谈这是包租跟代管这是2种生意包租就是业者变成2房东，他就是每年付固定的租金给你，然后他自己再去想办法去赚钱就对了这个租金会比较低没有错，可是你就不用担心什么房客安诺杜安诺，那个都他的事情，你是保证稳定有收入，你都不用管。空租那是他的事情所以人家也承担风险那他就会要你跟他签长约，然后比较便宜租给他，这样大概租金的话是行情的6到8成。可是你是房东的话，你不见得不能考虑，为什么你就要放生嘛，你那个放生，你房子可以完全不整理的因为人家就是看情况跟你杀价然后跟你打长约，他自己来整理就这样。这是包租的部分就是你就当个废物房东，你就躺着有钱拿就对了。好，什么啥事情你都不用管，因为人家的生意就是做这个，他拿着你的房子，然后去整理完、化完妆之后，他去租，然后去管理那个租客然后他租客付给他的租金，跟他付给你中间的价差，就他赚的钱就是这样。那再来叫做包租代管的代管就是说，如果房客有遇到问题，他会帮忙处理啦，通常都是小问题什么马桶不通、换灯泡、换锁这种。那他的收费方式是，他帮你租掉嘛然后那第1个月的租金拿走，然后每个月跟你拿租金的1成每个月跟你拿租金的1成，人家就赚这个。如果房客都乖乖没事的话，那他就很轻松，那他就是赚这个1成被动收入。那如果房客有问题这一个单子他就赔钱了就是这样。我要补充一下，然后那个代管代管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用的是电子锁，然后电子锁坏了，请问代管会花钱帮你重装一个新的，然后不来烦你不会他就说房东这坏了那换那我找3家报价你看一下还是跟你要钱大概是这样。所以你看假设你买了一间房子，然后你找了包租代管，瞬间你的租金喷掉2到3成。我们现在出租的投报率要拼到4%以上，就已经几乎很难找到屋况也有问题那5%更是稀有，那你还直接少3成，你这是说放生打算你才去找他们就是你要赚价差，你不是要赚那个长期投报率的那可能你租到最后钱还是会被包租代管赚走，因为修修补补的东西花费会很多我自己在管我都不会有这些花费，然后那个
我同学去请一个那个代管哦，他也不是包租，他就是代管哦，那就是会花很多，什么东西一有问题就要换啊，就很烦这样。好，包租代管哦，包租归包租，代管归代管，然后还有一个变体叫做代租代管，就是他也不包租，他就帮你找租客，帮你代管哦。他不付钱给你做二房东，他跟你拿钱哦，代租代管都有啊，这生意都能做。我自己是不建议，你要知道谁适合找包租代管哦。虽然我们前面讲说不需要去找包租代管，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可以考虑的哦，就是你的产品很特别哦，你的产品是比方说一个透天，然后一次隔了10几间套房啊，所以你要管理10几个人。那这种情况，我就说你去你最烂，你要找代租代管，嘿，你就是要有人帮你管。我会说我不建议的前提是我们手上都是2房、3房、4房，所以我们都是家庭租客哦。那家庭租客有个特性，就是有男人在哦，有男人在哦，毛病少非常的多哦。我这个也不是什么性别歧视哦，就是说灯泡坏了就坏了，这谁不会生病哦？所以他也觉得很正常，然后他就自己去特力屋啊、五金行马上就搞定了。那个马桶冲水变慢哦，那个男的哦就直接把水箱盖打开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哦，就男人在哦，他什么东西他自己能搞定就搞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找房东好烦，然后这事情要拖，他就去一趟小北百货，不是什么都搞定。对，我自己以前租房子也是这样啊哦。那如果你是套房哦，这个就不一样哦，不一样在哪里？我跟你讲哦，就是套房啊。你透天来隔套，我们不要讲到那么庞大透天隔套，我们讲一个公寓隔套好了。假设你公寓你也没有什么顶加隔套，你就很正常4间套房，你今天要把它租出去，好，我们会这样讲嘛，平均带看3次租掉1间哦。好了，那你有4间呢啊，4间要带看，这样是12次呢啊，你不用上班哦。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找代租的策略就会很合理，而且套房哦毛很多，出逃不能说出逃啦，就我以前住过套房，就是它的问题很容易很多，马桶啊、热水器啊、冷气啊、电视啊，那尤其那个电视哦，那女孩子自己来租套房哦，那个电视那个网路断了什么的，都是直接找房东，这很合理哦，他们没有错，只是对房东的角色来说，他就很麻烦。那像我们男的哦，以前那个网路有问题哈，我们自己打中华电信，然后弄，然后去跟同学借路由器来换看。反正我们能搞定，我们自己就搞定，因为我们都不觉得这是什么事情嘛。那女孩子她们在生活上就比较不会去搞这些东西。如果她有工具人的话，那就再说嘛。我会讲反正套房就是很多事情，真的很多事情。然后你一上升到2房，几乎没事；3房根本没事。我们有一个4房租客租了几年，5年，然后这5年他找我的次数哦。应该没有3次，哦，都是管理室在找我，就这样。如果你是大量的套房，你就可以考虑找代租代管业者，说，他们也喜欢这样，哦，他们也喜欢这样，为什么？因为套房人住不久，比方说他住个1年，然后他就要搬之后，他又要再帮你找一次租客，然后他可以赚那个一次的租金，哦，所以我也来平衡报道一下，就是前面讲说不建议找代租代管业者。那我现在讲说套房的你就去找吧，你有好几间隔套要管理，又在外县市，你就去找吧。这个案子对他们来说也比较理想。那我们回到包租代管的包租这件事情，我还是不太建议。虽然包租业者每个月都要付你房租，但是他也是做生意的啊，所以他一定是追求什么？不要空屋不要空屋就会怎样？很容易会发生为了要凑那个 KPI。会有乱租的情况。如果他今天不乱租，可以，那他的成本会很高。高在哪里？高在他必须要把房子整理到金融业的、科技业的、资讯业的、高阶工作人口，他们愿意看得上眼，他的成本会很高。所以他通常是拿来，然后简单处理，然后就在租了。那为了不要让他空住太久，那个8+9就进来了，就这样所以就会变成说，你这间房子可能会遭遇比较多状况问题啦。我听到的是这样，我不是说每个包租业者都是这样我听到的是这样。脏乱可能到时候都是小事那破坏你的房子这个问题会比较巨大，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你就自己怎么样把关租客。你今天你手上不是套房产品，你是2房、3房、4房，那你就自己挑租客嘛那挑租客怎么挑？不需要到面对面挑嘛。
现在不是都破591哦？你找代租业者，他们也是破591啊哦。那591，然后那个有人来联系你 ，OK 好，你光听他讲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怪人了嘛？就是这样哦，过滤第一层啊。我知道现在就有人要说，可是就几十个租客会打电话要把关，很花时间呢。对啊，我知道啊，所以我建议啊，你就2房或3房啊，哎呀，我不是一直提倡3房嘛？哦，中古电力大楼3房，3房是这样哦，3房来租的都家庭啊，然后通常有带小孩啦。他们也承受不了搬来搬去啦，为什么？很容易会有学区的问题，然后没那么好找，家庭要搬家多么的痛苦啊！所以他尽量能不烦你就不烦你，就这样啊。应该说，你不想面对往后的这个管理成本的话，应该就直接选3房哦。3房也是我很推荐的产品啊。哦，你2房可能租约比较短，3房真的都住很久哦。家庭的租客会来租，因为很多问题他会自己解决。家庭租客，你不会就遇到那种套房的需求啊，这个网络怪怪的，这个 MOD 有什么不能看了？这遥控器不太好按，哦，很烦。套房的租客就觉得什么都是应该，哦，那3房租客是你最好不要来管我，哦，那我就自己搞定，因为我怕你要涨我房租，你要叫我搬家，我这样超级麻烦，很平稳，真的是很平稳哦。那如果你手上都是2房3房，你怎么可能会请代租代管业者在帮你平常在管理？不应该哦。如果你有经验的话，2房3房真的很稳当哦，非常之稳当。如果他还来找你，那就是真的是比较大的事情，比方说漏水，然后其他邻居来抱怨，那种他没办法处理的哦，他就会跟你反映。有啦，我有被反映过哦。那我怎么做？我那时候人也在台北，我也是请那个啦，台湾房屋美术之星，我都这样嘛哦，然后他们就是帮我联系师傅，什么有没的，然后就处理掉。对啊，为什么我这么大方，我直接推荐他们？因为你房子跟他买嘛，那你后面有事情请他帮忙，他可以帮啊。为什么？因为之后跟你熟一点，慢急一点，你房子给他卖嘛，就是这样。那你还是要看哦，就是找当初帮你处理房子的房仲帮忙哦，那就要看你当初的沟通是怎么样啊。如果你跟人家关系打得好好的，房客有事情请他去处理，他通常都会答应。我有遇过很不 OK 的房仲哦，信义房屋的房仲哦，我现在不是说是信义的问题，我现在说是那一颗房仲的问题哦，就是钱他都要赚责任他都不要负哦，然后还来借钱，什么有的没的哦，很夸张的人，这个都有，房仲是这样白走。那你自己的雷达就会响起警报，你就不要跟他合作嘛。反正你就是跟你熟的房仲哦，那他会帮忙啦，真的帮，因为对他来说帮这个忙也没什么，就是骑摩托车去一趟，好，然后就帮你处理完要什么钱他先垫，垫完之后回来他再跟你讲，然后你再顺便补个整数车马费500、1000给他他们也 OK， 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没事啊，他们在店里也是守现场经营一下未来的卖方，这有什么问题哦？假设你现在你接到电话然后他晚上8点半，然后出去跑一趟，处理大概20分钟的事情，那你就会多赚1000块。这个事你做不做？很多人要做啊，对啊，这有什么不好？房仲他如果愿意负责的话，他负责的幅度可以很广哦。那广到什么？广到你不太需要去找什么包租代管代租代管。就这样那跟你分享讲完了。我们今天讲你需要找包租代管吗？那我先跟你分享了包租跟代管的区别。包租就业者变成2房东固定付租金给你，但是你的租金大概会被打6到8折那代管的话就是业者帮你去处理房客的问题他收第1个月租金，就是他帮你找租客，然后以后每个月房租的10%归他。所以你在租套房假设9000他1个月就900就这样。然后他帮你挑的租客嘛，如果他挑的漂亮，那这个900对他来说真的很轻松，因为可能4、5个月都没有事情人家就是赚这个。那人家不轻松的地方在哪里？遇到有问题的租客那跑来跑去的成本可能会让他赔钱，就这样。这是一个很成熟的生意。如果你身上是2房3房，我是不建议你找包租代管或是代租代管。如果你今天身上是10几间套房在出租的，那你就找他来处理。为什么？因为光带看你应该就忙不过来，除非就是什么你爸妈退休闲没事情就帮你处理这个东西那我最建议的剧本是长怎样？2房或3房2房或3房
会需要租到2房或3房的租客，大概都是家庭租客家庭。那家庭租客有男人在什么小事情都会自己先处理，处理不好的他才会问你。至少就我的经验是这个样子。那真的有事情，你人没办法到现场，你也可以看你之前经营的房仲好不好。那个房仲如果他愿意负责任的话，那你可以省下超巨大的麻烦和处理成本，高铁什么的都不用，那个房东没，这个我帮你用，这个没什么，好，这个我去弄。然后弄完之后，他就跟你说，这个总共花了多少钱？就是这样。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2个，置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 LINE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 LINE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 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就是说包租代管的这件事情除非你是套房，否则真的没有需要我讲这句话是负责任的，因为我们2房3房真的都是家庭租客。然后套房的问题在哪边我说给你听，套房它第一个流动率很高，就是大家会跟你打租约没有错，那么1年。然后如果你是学生套房的话，也有麻烦的地方学生套房就在那边寒暑假可会便宜一点，你整天要忙这个就很烦事情就很多。套房的租客就是觉得什么都是应该。那个2房2房我现在遇到了，通常要么朋友要么情侣还没有小孩子OK。那2房的租客也有男人在当然现在多元成家，这个我也不确定。如果是2个男人在，不是更好？那更没事好，那这个2个有男人在的情况，好，修理什么小东西他都自己处理，他处理不了的他才跟房东你讲，然后你也是遥控而已你也不是打电话去问什么师傅，然后帮忙处理，然后请他约好时间什么时候开门，大概就这样。3房最稳当，超级之稳当，为什么？他也不想要搬家租房子是这样，就是你自己，因为你现在没有要找包租业者或是代管业者，所以你是自己挑房客那挑房客的话你挑的。我的心态现在是这样，就是我宁愿空租很久，我也要挑到好房客我才要租我不要在那边跟人家拼什么我的房子现在3天就租出去了，这个我就会认为怪怪的因为你3天租出去又怎样？你花1个月把它租出去又怎样？这个有差吗？因为你未来要直接承担1年2年合约的风险，那你空租了1个月，这个有差吗？所以你要挑房客的时候就要很认真挑。那挑房客很认真挑，这个之前我影片有拍过嘛，大概怎么挑这个租客，反正就是有正当工作的，然后至少电话里面沟通起来不是怪人很多怪人真的我每次 po 那个打电话来话都讲不清楚，这种人一堆然后你跟他约签约时间，你看他会不会迟到会迟到，那你也不要等他，你就立刻就走，就说那改天再约就是这样。他连跟你约签约他都会迟到，你管他什么理由？那你自己看以后房租安不安全。然后3房的租客我一看到那个带老婆小孩我就安心了为什么？因为很稳定，真的是超级稳定的。我们以前还有一间4房，那个在打合约的时候小孩还是用抱的就这样抱着，然后后来那小孩都那么大了都高高的都那么大了，超级之稳定，真的是5年没有找我1次2次呢都管理室来找我。家庭租客市场中大量的在鼓吹说包租好代管好社会住宅好，
OK， 好，这是人家的生意，这个我们不去评论。你这个应该很少听到吧？就是如果你都买2房、3房的话，你可以不用去找，因为你自己把租客挑好，他日后烦你的次数非常的少，少到你去请代租代管业者是不太划算的状态。跟你分享。